比特币的上涨要结束了吗？10月、11月、12月有可能连续迎来暴涨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利多消息之后，当然最大的就是这一次美国一次就降息了2码。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它确实是有往上走，不过呢，你可以发现到了65000左右呢，它就有受到很明显的阻力。其实可以从很多层面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碰到65000附近之后，我们就出现这种连续的十字星高位螺旋桨警报要拉响，就表示我们在这个位置呢，确实是有碰到了一些阻力我们已经连续收了5个高位的十字星，那这绝对是遇到阻力的表现。而且我们可以结合前面的 K 线你可以发现我们这3根 K 线呢，它即使都是上涨的阳线，但是它的实体部分呢越缩越短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我们在65000确实已经受到阻力了。那我们在65000左右呢，其实我们可以往前看一下，65000它也是我们在前期非常关键的互换在前面呢65000都扮演过很多重要的互换角色。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其实这一次的利多呢，我们连65000都没有重新把它给突破掉，甚至我们连前高的位置我们都没有很明确的给突破。所以其实这波多头它走的并不是很强势的。那再来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在这整波的上涨我们从52400一直到我们现在的最高点我们花了17天左右17天我们才涨了多少呢？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大概是20% 左右其实这样子的上涨幅度呢它并不是说走得非常快速我们通常在这种多头的起点呢，通常都可以看到这种快速的上涨再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量能呢，如果我们对比前面的一些行情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这段上涨的量能呢，并不是很显著也就是多头介入的力量也不是很明显那我们其实就很难去区分我们这段上涨跟前面的这些上涨它们的区别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一波的多头在还没有碰触到一些关键位置，在关键位置做出突破的情况下呢，我自己对这波多头并不会到非常非常的乐观至少并不会非常的看好。那我们来到4小时级别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里它走出了一个通道，我认为这个通道它绝对是有效的，因为它在往上往下呢都有至少6个接触点你可以看到总体来说是6个上下各有3个。那我们现在呢已经震荡了一段时间过后，哪怕是再继续震荡只要我们跌破了这个通道呢，那其实这波多头至少它都是减弱了或者说是慢慢就消失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仔细观察这个通道它是不是还维持继续运行在这个通道之内。当然呢，我认为现在是没有必要去做这种空的，毕竟我们现在是基本上要走出这种趋势的空头是极其的困难除非有出现黑天鹅，不然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机会的。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境$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的优惠。一样的活动又回来了，你只要点击这个链接呢，来到界面下方都有一步一步教你如何领取空头。那你领到空头之后，你可以拿去开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的仓位，赚钱你可以直接把币给提走，是完全没问题的。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在过往呢，至少我们在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以来我们但凡能开启这种趋势的上涨、趋势的多头它都会配合连续的 ETF 流入。毕竟我们知道，我们这轮牛市呢，其实就是 ETF 牛。我们观察我们这10几天以来的流入量呢，你可以发现虽然说我们这10几天来确实流入它占了绝大多数，但中间也时不时有出现流出它并不是很连续的，它中间有经历过几次的中断，而且呢，即使我们流入它流入的量呢，也绝对不是大的。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之前在2月底3月初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流入量大概在$6到7亿美金左右，现在我们的流入量呢，大概就是1亿、2亿左右，这对盘面确实是有注意的。不过，我们要开启一波新的多头呢，其实这样子的流入量也是不够的。那我们来观察一下CME， 我们都知道嘛，我们在几天前，我们由于一次降了2码
所以比特币它有一波拉涨哦。但其实各位可以去复盘，因为我们每一次呢在 FOMC 会议的当下呢，我们都是有在看盘面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过往呢，其实 FOMC 会议公布利率还有记者会呢，其实基本上对行情它会有一些上下的震荡哦，但最终它都会回归到非常雷同的价位哦，也就是最终的这些震荡呢，它都会被回到原本的位置。只不过我们上一次非常的特别哦，我们上一次在会议开始之前呢，我们居然呢无法从几率上面去分辨到底会降1码还是2码哦，因为当时就是55哦，50-50，降1码的几率是50%，降2码的几率也是50%。那如果说我们这次降了2码，那这些压住或认为会只降1码的人呢，他们就需要去调整他们的仓位，所以比特币的价格你也可以看到美股的价格呢也会有所波动。那我们来看，我们下一次呢，依然是降2码的几率是稍微高一点的。当然这个几率呢会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化。不过，如果说我们第一次已经降了2码的情况下，我们第二次再降息2码，就表示美国其实对于降息的速度呢是很介意的，他们想要用很快速的方式来降息。那其实对于多头来说，降息越快呢，其实对于多头来说是越有利的。至少降息越快，我们越快可以看到比特币开启新的一波多头。因为我们可以复盘过往的历史，我们也有复盘过给各位。我们在降息的当下，或者说我们在降息比较密集的时间段之内呢，我们要走出一波多头，其实是很困难的。大多数时候都是震荡或者是震荡下跌，除非我们的降息周期呢已经告一段落了，它已经降了不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开启多头。所以其实降的越快呢，其实对于比特币还有美股呢，绝对是越有注意的。前提是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或者是黑天鹅的情况之下。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有趣的统计，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现在是9月，对不对？那9月我们有复盘过给各位，大多数9月呢都是收跌的也就是收盘价它的比开盘价要来得更低大多数时候都是。那9月呢，也是我们整个统计上面1到12月里面，它收跌的次数跟下跌的幅度最大的平均来说了。那还有一个有趣的统计就是往往的第4季度，也就是10月、11月、12月呢，都是比特币的回报最好的一个季度。而且大家还可以稍微统整一下你可以发现只要我们9月收的是阳线，那它就会一路涨到年底。只要9月我们收的是阳线，那它就会一路涨到年底。只要我们9月收的是阳线，它就会一路涨到年底。这个规律呢，在过往的10几年间都没有被打破。那我们9月呢，只剩下没几天了我们这个月的开盘价是在58,946。如果我们只要收盘高于这个价位呢，其实我们从统计上我们就可以去期待10月、11月、12月的行情。当然我并不把统计上它的一些规律呢视为我们在做交易或者说做判断的时候权重很高的一种判断方式。可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确实是有一些统计上的意义的。我也很难做解释，可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统计上它确实有这样子的倾向。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